来告诉我2种状况你要怎么应对。时间到，不管你事情有没有做完，主管就会叫你下班。第二，有时候在工作上面呢，你会不小心做错一些事情嘛，那可能你不熟，或者是你就是真的很不小心，然后你就会一直道歉。这时候主管会问你说，你干嘛一直道歉？以上这2种状况，如果是你要怎么应对呢？今天的主题呢，就来分享一下在澳洲工作跟在台湾工作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或者说有哪些地方呢，我到现在还非常的不习惯。我第一次在澳洲的正式的那种大饭店的厨房工作，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就是当我下班时间到的时候啊，主管直接说Neil 下班了，然后我就稍微的愣在那边，我会觉得就是时间到点就马上下班，我不用检查一下就是有哪些地方漏掉吗？我那时候上班的地方是一个开放式厨房嘛，那是一个大饭店的厨房，早中晚餐啊一直都会有事情做，你可能需要备料啊、清洁这些东西，基本上你不可能停下来嘛。所以呢，每次只要下班前，我都会去询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因为我等一下可能要下班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这时候主管很常就会跟我说，那你时间到了，你为什么还不走？你在干嘛？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刚好我排休那一天呢，厨房也需要人上班，那当然主管就会问我说，那一天你要干嘛？谁谁谁请假啊？你有没有空？你要不要来上班？那当然啦，如果可以休息，我当然不会想上班嘛，所以我就稍微的迟疑了一下。然后我正在想说，到底是要拒绝还是就是我答应他？因为当别人就是要求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拒绝好像是我拒绝就是我的问题，你懂吗？然后我们那个主厨就直接跟我讲，你可以就可以，不行就不行。为什么我在这？就是因为安排人力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问题。这2件事呢，就让我有一种感觉，从台湾带来澳洲的那一套职场的规则，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当别人叫我下班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愣在那里？不是因为我在装认真啊，也不是因为主管觉得我在偷懒，是那种感觉是真的很深啊，就是那种好像你事情没有做完，然后我觉得我不应该下班。我觉得这种念头啊，不是别人给的，应该是自己在台湾长期工作的一个养成的一个习惯吧。所以我相信他很多台湾人工作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下班时间到了，然后你会觉得，所以我现在该直接走吗？还是我先扫一下，就是有没有同事或主管有没有其他的工作需要做，然后你才开始想说，那我现在走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大家如果很常看那种小短片的话，应该也会看到很多桥段，就是在讲说，为什么老板没下班，员工可以先下班之类的这种。我觉得在台湾的职场啊，它的预设的顺序应该是公司排在第一，那个人排在第二。但这个不一定是别人这样子跟你说的啦，也不一定是公司企业就是教你的。我觉得是一种在这个环境待久，然后已经渗入到你心里面的一个价值观吧。所以时间到还不走，你必须先去确认有没有其他工作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表示你个人也是支持这个以公司为第一，你个人为第二的这个顺序。但澳洲绝对不是这样。当主管跟我说安排人力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问题的时候，简单来说呢，在背后的意思就是你有自己的生活，你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公司尊重你这件事情。而这个边界呢，不是因为你自私哦，是你本来就应该有的权利。我觉得这2种文化啊，不能说不一样啦，应该说完全反过来吧。可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更具体一点，我觉得这是一种被尊重的感觉啦。当然，在台湾的职场也有听过这个东西，但是那个尊重啊，我觉得是比较像是建立在你的工作的能力或工作的态度，就是工作表现的一个肯定，而不是针对你个人的尊重啦。而在澳洲呢，当主管跟你说安排人力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问题的时候啊，他们传递的讯息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好所以你可以下班，而是因为公司的事情是公司的事，然后你的时间是你的，那是你应有的权利，所以公司这边呢不会去动到你的个人时间。所以在那个瞬间我才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这些事情是我可以决定的。其实这个东西呢，也不是因为澳洲的政策，也不是澳洲的主管比较好说话，
而是这里的系统或者是文化吧，本来就是把这个决定权就是放在你自己身上。在台湾的职场呢，我觉得上下位阶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阶级制度吧，不是说主管一定要很凶，或者环境一定是被压迫。这里谈到的呢是那种阶层感，就是渗透在每一个细节里面啊，你该怎么讲话，主管跟你讲话你要怎么反应，就很像有一套模板或一套规则吧。然后道歉这2个字，我觉得就是那一套规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假设你今天做错事，你就必须要道歉，而且道歉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是要有诚意的那种。你要让对方感觉就是你是真正的有诚意的在道歉。那这个状况呢，我没有质疑过啦，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感受吧，因为我从小到大的习惯就是这样，我也不会去质疑它啦。到了澳洲，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深深的刻在我的身体里面。只要我做错东西，或者是我不会做什么事情，我就会拼命的道歉。然后那个道歉不是因为你自己想要讲，而是因为你的反射动作。假设我今天撞倒了一个东西，对不起。假设我今天卡住主管要干嘛，对不起。然后可能说1次不够，你可能会说2次，sorry 这样子。然后这时候你的脸上的表情呢，你也不用去演，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的愧疚。当初呢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习惯被主管叫去旁边，然后我当下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情了？主管就跟我说，不要一直说 sorry， 你做错事情修正，这样就好了。然后我印象中有一次是主厨要拿一个，就是我在备料嘛，那备料的台子下面当然会有一些机器啊，那主厨要去拿那个机器，他要做其他的东西，我就挡到他，我就直接跟他讲说，对不起，就是我挡到你了。主厨就用一种非常迟疑非常怀疑的眼神看着我说，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我当下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去接这句话，你懂吗？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可是对他们来说好像不是这样子。做错事你没有道歉，你就是很奇怪嘛。你今天别人叫你拿黑胡椒，你拿成盐巴，那就是做错嘛，就是道歉嘛，这是一个很正常很直觉的东西。那后来去思考为什么我会有非常的不自在的那种感觉，或许那个不自在的感觉只是因为我依赖道歉。道歉这个东西在台湾的职场是一个很功能性的东西，你今天做错事情，你诚恳的道歉，对方气就消了，整个事情就恢复正常。而主管跟我说的就是做错事情你只要修正就好嘛，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况。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要接受这样子的习惯是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的。因为我觉得要修正的不是只有不需要道歉这个东西，而是你必须要把所有在公司里面工作的一个很明确的上下阶级观念把它给拿掉。 OK， 那聊到这边呢，可能很多人就会开始在想所以澳洲的环境一定就是比台湾更好。影片看到这边，如果你在台湾的职场打滚很久你就会认为说为什么澳洲可以台湾不行。但我这边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啦。在澳洲工作那种被尊重的感觉是真的很好，可是这边会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你的工作做不完，你想要请人家帮忙，你就要有被打枪的准备。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工作会比较认真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做错事我不需要一直道歉，我只需要把事情修正就好。但你要想的是，比如说像是澳洲人，他本身就是比较懒，所以变成说你会遇到那种很多做错事的小朋友，他们就觉得就这样我下次修正就好了，就是会让你感觉很无所谓的那种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这个体制下的一个缺点。 OK， 那讲回来台湾，虽然台湾不像澳洲这么看重这些东西，可是台湾人对于工作的那种认真的态度细心，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那种感觉，那个是一种很真实的负责任。我觉得如果你是常在澳洲工作，或者是在这边待很久的，你们就会发现台湾人对于工作上面的投入其实是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做不到的。当然我也不是说每一个都这样啦，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一定都会有一堆老鼠屎，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对于今天分享的这些东西呢，我不会直接去认定说就是澳洲一定比较好，我只能说这2个地方对于工作这个想法是完全不一样。台湾呢，觉得工作是你对团队对公司的一种责任，所以你必须就是要尽力，然后不要让别人失望，不要影响到别人。而在澳洲呢，工作就是一种交换，你来上班转换成你的薪水，时间到这个合约就停了，结束，就是这样。
说了这么多呢，我来稍微总结一下吧。我觉得台湾跟澳洲的职场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只是差别在于，在台湾呢，公司就是排第一嘛。公司如果需要你的时候，能不能说不是另外一回事，但一般人来说可能都不太会拒绝吧。那这些事情的背后的那一套逻辑啊，其实就是在说工作的需求比你个人的需求还要重要啦。然后在澳洲的话呢，就是把刚刚所有东西都反过来嘛，时间到了你就下班，因为你已经把你的事情做完了。假设今天公司要你代班，他也必须经过你的同意，如果有事，如果不行，那就是不行。然后做错了就持续修正，做到好。你有你自己的时间跟生活啦，在职场上或者在这个工作是不可以把你的这些东西拿走的。那我还是要再重复一次，我并没有说就是哪一个地方比较好，因为这两个东西都会衍生出不同的问题出来。那我今天会把它抓出来分享呢，就只是因为我在澳洲生活的一个发现的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很特别，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今天呢就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所以我在澳洲这9年来呢，对于工作上面的东西啊，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感受，就是不是来澳洲工作就觉得澳洲比较好，而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就是在职场面前，我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你在台湾上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也希望这个决定权在你自己手上的？欢迎留言跟我说。我是 Neo，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